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这些年，我活活把自己耗成这样，就是为了成全这个家。可到头来，我还是活成了个笑话。只要撞死这个肥婆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成为少夫人。终于死了，一个肥猪凭什么嫁进上家？还霸占了景哥哥那么多年，真是便宜的人。芳姐，我们把人就这么撞死了，真的没事吗？有伯母给我们撑腰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去，把他给我赐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各位嘉宾朋友们，今晚的压轴人物是我们商事集团的设计总监，国际时尚界的传奇人物。下面有请江棠女士。这是江棠，今天怎么这么胖呀？不是说是个大美女吗？这体型做工办个地干什么？100多倍，时尚圈第一设计师，我看这是第一重量级吧。自从生了圆圆，我白天要跑公司，晚上还要陪孩子，从前不过100的体重就一去不复返了。不行，今天绝对不能出丑，一定要稳住。圆圆，来和妈妈一起上台。我才不要！你胖的跟河马似的。阿姨，你跟我一起上台好不好？哎呀，圆圆别闹，我就是商总的秘书，怎么能抢妈妈的风头呢？快跟妈妈上台，别让大家等着。我才不要跟丑八怪一起。那好吧，不勉强圆圆。糟了，糟了！某些人自己几斤几两还不行，还要东施效颦穿礼服，这下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我看这商太太呀，什么都不怕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媳妇？真是丢人现眼！江棠，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拉链突然坏了。你现在的形象不太适合发言，我给你换一个。上姐，我随意，上来发言。啊，我这不好吧？这毕竟是蒋总监设计的，我就是个秘书，这不合适。让你上你就上。江棠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换身衣服去，快点！没有上姐，刚刚是青姨，她绊了我一脚，我才会。江总监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平白无故怎么可能绊你呢？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今天这么重要的发布会，你怎么能……
当着这么多人面平白无故诬陷我呢，让别人看我们笑话。这商夫人也太不像话了，丑人多作怪呀！商氏迟早因为她沦为海上的笑柄。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姜糖，我想赢坏了，快去！江总监，注意点脚下啊，别又摔了。这些年，我活活把自己耗成这样，就是为了成全这个家，可到头来，我还是活成了个笑话。只要撞死这个肥婆，我就能名正言顺的成为少夫人。终于死了，一个肥猪凭什么嫁进商家？还霸占了景哥哥那么多年，真是便宜的人。芳姐，我们把人就这么撞死了，真的没事吗？有伯母给我们撑腰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去，把他给我这里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10年戎马，踏平北漠18部，剑指中原定9都，朕好不容易才坐稳这大周开国女帝之位，竟被一支暗箭了结了。朕这是在哪儿？你为何如此眼熟？啊！好个窝囊的躯壳，你被他们这么欺负，也真是活该。让我来接手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朕乃大周女帝，尔等谋误。欣姐，她好像脑子被撞坏了。原来是没死啊！我还以为你这头肥猪已经断了气了，没想到连阎王也嫌弃你啊！怎么，真被撞傻了？一身肥膘还在那耍威风？你以为你是？啊！你敢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景哥哥当初娶你，不过是老夫人以死相逼，害的人一直都是我。你姜糖不过是个被婆婆嫌弃的废物，被景哥哥看不上的笑话。你这种货色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！给我走！嘴巴乱说话，脸就替你长点记性。姜糖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朕教训个不懂尊卑的东西，还要向你解释？你，芳姐，她现在有点不太对劲了。两个跳梁小丑也配在朕的面前放肆？你是死了拦住他！江总监，区区一个丫鬟也想动你，你也配？芳姐，她现在眼神太吓人了，我实在不敢。你别太得意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景哥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！来呀，让他来呀！朕当年在雁门关单挑300铁骑，
我倒是要看看你这眼盲心瞎的负心汉能有什么能耐。住手！张唐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来得正好，朕今日便教教你什么叫宠妾灭妻的下场。我宠妻灭妻的，朕呢？你胡言乱语什么呢你？不是青姨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景哥哥，刚刚我和赵助理开车经过，看到方总监就躺在那儿，不知怎么就受了伤。我本来好心去扶他，哪知他不仅说我多管闲事，还把我脸打成这样了。啊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商总。刚刚江总监还说什么雁门关斩敌300，他好像真的疯了。疯的是你们，我若真想杀你，你早已尸骨无存，装的再可怜，也掩盖不了你那黑心肠。哎，妈妈不准欺负我方阿姨！小没良心的，你再说一遍。你就是一个坏人田的坏蛋，快把方阿姨快来救我！江棠，怎么这么对孩子说话？目无尊长，亲疏不分，这般不知礼数，跟野孩子有什么区别？奇怪，江棠以前逆来顺受，从不会这样对圆圆，怎么现在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别怕圆圆，方阿姨保护你。我知道你就是拿圆圆撒气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圆圆是无辜的。惺惺作态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满足你。青衣，啊，这也能飞出去？朕刚刚仅用了3成功力，这个朝代的男人怎么那么不经意？商总，你好吗？江棠，从今天起，撤销你主节的孙子，给我去库房好好反省反省。净事儿！江棠，就你现在这个脾气，也不怪商家人都站在我这边。你再怎么闹，也不过就是个疯婆子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在库房的这段日子里，我自然会好好照顾景哥哥、圆圆，还有你的那些设计图。你嘴好臭，离朕远点。江总监可是商氏集团的大功臣，为公司赚了这么多钱，你们凭什么关他？功臣不过是个撑爆礼服的笑话罢了。你个小助理，狗仗人势什么劲儿？滚进去陪你死贼婆吧！又想念朕的巴掌，是不是？快关门！这江棠又坏话了。我就是个打工人，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救命啊，江总监！他没把我推下了！雕虫小技，江总监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可是这破地方连张床都没有，咱们睡哪儿啊？我靠！我是眼花了，还是疯了？哇！安静点儿，别吵到朕歇息。安静点儿，别吵到朕歇息。哇塞！总监，这床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库房原本就有的吗？我变的。啊？朕是大周女帝，是天子，会点你们凡人不会的戏法，不是很正常？您是认真的吗？不然再变点啥试试？想看？妈耶，这真变出来了！这点本事算什么？当年朕的寝宫可比这奢华100倍、1000倍。那江总监，您快继续变！那金器、银器、珠宝、锦缎，通通整上！哇！我靠，这也太好了！对了，
的，江总监，下个月董事长商老夫人就回国了。她之前那么宠你，那下个月她肯定能把你从库房放出去。董事长？那是什么？您不会是糊涂了吧？董事长就是整个集团真正的大老板。明白。皇帝不在，这帮乱臣贼子果然乱政。不行，这副身子胖的揍人都不顺手，得减。干脆就趁这1个月好好练，等朕出去了，一个一个收拾。伯母，我真不明白，既然那个姜糖都已经疯了，景哥哥干嘛不趁这个机会跟他离婚啊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可是那个商老太太马上就要回来了，这个时候要擅自离婚，难保那个老家伙不动怒。那我还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急什么呀？等到老夫人寿宴那天，只要能让她当众出丑丢人，老太太自然就会厌弃她。到那个时候，商夫人的位置可就是你的了。伯母，就你对我最好了，还叫伯母呢？妈，这就对了嘛。欢迎各位莅临我家族寿诞。我们商氏的基业是由我奶奶用半生的心血铸就而成。奶奶，这杯酒敬你，希望您如松柏长青。商奶奶，我也敬您一杯。小时候常听我爸爸说，商奶奶是商界传奇。今日见到本尊，果然是精神矍铄，一点都不像70岁。这位是妈，她是小景的学妹，这些年在集团里面当秘书，跟在小景的身边，可是没少帮助小景啊。长得还算乖巧，就是没有姜糖大方。哦，对了，唐丫头呢？今天可是我的寿宴，唐丫头怎么没来呀？她前2天犯了错，我罚她去公司库房罚令。混账！你竟然把唐丫头调去守库房！当年我让你娶她，不是让她来我们家受气的。唐丫头可是救过我一命的人，要不是没有她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饭呢。奶奶，您先别激动，姜总监他最近精神状态真不太好。上个月公司发布会，他衣衫不整，当众出丑，还突然发疯，打伤了景哥哥。景哥哥也是不得已才让他反省的。什么？姜糖还打伤了商总？他现在又胖又丑，他根本不配当总裁夫人。他那种形象简直是在给集团丢脸。依我看，还是让商总尽快跟那个疯婆子离婚，把他赶出商家就算了。唐丫头绝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孩子，倘若真是做了什么出格的事，也是有她的苦衷。赵助理，去把商夫人给我请过来。奶奶，景哥哥肋骨骨裂，躺了大半个月才起来，我怕姜总监来了他又……闭嘴！这里没有你一个外人说话的份。奶奶，这几年您不在，姜糖就吃的特别多，把自己身材吃走样了，我怕他过来吓到你。怎么胖就不是人了？你是怕他吓到我，还是怕他说出点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东西？张助理，还不快去把姜糖给我请来！江总监，你终于成功了，1个月甩掉了100多斤，太猛了！你这1个月受的苦啊，简直是闻者落泪，见者伤心。胖不是天生的，这些年日日早出晚归，白日相夫教子，晚上还要赶图纸，不胖才怪。但真能控制饮食，又勤加锻炼，如今瘦下来也是自然的事。江总监，你现在太飒了，我看谁还敢说你胖？等你出去了，所有人都得闭嘴。闭嘴都是轻的，真要让那几个最聒噪的跪着学会什么叫祸从口出。
也不知道老夫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国，救我们出去。姜糖，快出来，去参加老夫人寿宴。总监，老夫人回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出库房了，机会来了。奶奶，我也来给你祝寿啦！祝你天天开心，长命百岁！哎呀，我的乖宠孙，又贴心又懂事，一定是你妈妈糖糖教的好。才不是呢！公司饭也陪我玩，那个姜糖只顾着工作，又胖又邋遢，才不要跟他在一起呢。没规矩，她可是你妈妈，你怎能这么说她呢？就这翻一碗。妈，这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说实话，姜糖这几年仗着总裁夫人的身份，在公司里横行惯，哪还有一点做长辈的样子？是啊，员工们都背后讨论，说他脾气大、摆架子、仗势欺人，也不是圆圆一个跟他相处不来。听说姜糖之前还把方秘书无缘无故的骂哭了，凶神恶煞。这样的人还留在公司里干什么？你们一个个的可真行呀！是逼着我把他赶出商家，赶出集团吗？商姐，连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巴不得早点把他踹了。没有啊，奶奶，你等他一会儿来了，你自己看就知道。话说这姜糖怎么还没来呀？不会关到库房里1个月又胖了，连路都走不了了吧？更胖，那怕是要让方秘书失望了。这位小姐，我看你眼生得很，不会是走错厅了吧？这里是商家家宴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。眼睛没用就捐了，看不出阵。我就是姜糖吗？姜糖？天啊，她是那个又胖又丑的姜糖，美得跟换了个人似的。这脸蛋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简直是吊打方秘书呀！我倒是好奇，今天既然是老夫人的寿宴，何时轮到一个丫鬟坐上主位了？你骂谁是丫鬟呢？你呀，我特意问过林倩了，总裁秘书这活，在古代就是跟在主子身边打杂，伺候起居的丫鬟啊。伺候起居，唐丫头这话糙理不糙呀。景哥哥，别急，我这是夸你呢，伺候人尽心。不对，你不是姜糖，以前的姜糖又胖又丑，更不会这么跟我说话。你肯定是冒名顶替的。是啊，要真是姜糖的话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说不定是跟哪个狐媚的提前串通好的。这商太太也太过分了吧！竟然不敢露面，还找人冒充自己。老夫人，这种弄虚作假、品行不端的人，根本不配做商氏的总裁夫人，应该把他赶出商家，另择佳媳才是。就是这种事儿，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给商氏留下画饼？一群有眼无珠之辈。不如就让你来说说，我是不是你的夫人？臭小子，连你自己的老婆都认不出来了，还是说有人故意给你灌了迷魂汤？确实是姜糖。为什么景哥哥不否认？只要他否认，这个女人立马就能滚出商家。奶奶，好久不见，您气色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唐丫头啊，瘦了，变漂亮了。奶奶出国的这段时间啊，可想死我的宝贝孙媳妇了。哇，这竟然真的是我妈！你1个月瘦这么多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发布会那天的事太丢人了，所以我下定决心减肥。这1个月，我控制饮食，日日锻炼，瘦了整整100斤。什么？1个月瘦了100斤？商太太这么有毅力，不愧是总裁夫人，一身肥肉是减了。但你发布会那天撑爆礼服，推倒酒杯，闹得满场笑话，可还历历在目呢。你说的对，问题就出在那场发布会上。那天事发突然，我没有及时发现有人在我的礼服和高跟鞋上
动了手脚。什么？商太太那天是被人陷害的？你口说无凭，你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！别急啊，证据这就有。这是发布会当天的礼服和鞋子，我已经找专家鉴定过了，可以证明拉链是被提前割断的，鞋跟也是被人动了手脚的。所以说，发布会那天，唐丫头是被有人故意害得出丑。原来发布会那天他出丑丢人不是失误，而是被人算计了。放肆！发布会那天，那丫头穿的礼服和高跟鞋是谁准备的？敢在我商氏集团发布会上动手脚，简直活腻了！这礼服和高跟鞋是我特意为姜糖准备的，你明天派人给他送过去，保证能让他在发布会上名声大噪。放心，伯母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出丑，被众人嘲笑的场面。妈，这些东西虽然是我准备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也不至于害我的儿媳妇儿。方秘书，礼服和鞋子都是你拿给姜糖的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做的，我那天临时有事儿，都是赵助理，我托赵助理把礼服亲手交给夫人，要动手脚也只能是他。这种互相攀咬的戏码，在朕的朝堂上连一日都活不过。给我老实交代，那天是不是在你那个礼服上和鞋上动了手脚？怎么哑巴啦？是我做的，我一时糊涂。既已认罪，那就送往你们这刑部怎么说？警局，总监。好，那就押送警局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被送去警局，万一这件事被查清楚，可就麻烦了。景哥哥，今天是老夫人的寿宴，闹到警局多晦气啊！香糖，今天是奶奶寿宴，要不这事都算了。商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老向着外人说话呢？一点都不体谅唐丫头的难处。今天我必须给唐丫头撑这个腰。来人，把赵助理送去警局，商家不留这种祸害。奶奶，事情既然已经查清楚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哎呀，唐丫头受了委屈，还惦记着我。来，坐下。瞧瞧，瘦的下巴都尖了，一会呀，可要多吃点，好好补补。好，谢谢奶奶。老夫人，今天是您的寿宴，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贺礼。这只点翠凤簪，据说是大周皇室珍藏的稀世珍宝，世间仅此一只。我特地寻来献给老夫人，愿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喜乐延年。天啊，好大的手笔呀！方秘书真是有心了，连这种失传的宝贝都能找到。妈，你看秦毅这孩子多好，又大方又体贴，为了给您过大寿，你看真是下费苦心。老夫人把江总监当作亲孙女对待，不知道江总监给老夫人准备了什么贺礼，不如拿出来大家一起看看。无论你拿出什么礼物，在我的点翠凤簪下都会黯然失色，我看你姜糖怎么跟我比。哎呀，江总监，你该不会根本没准备贺礼吧？同样都是晚辈，方秘书连大周皇室的点翠都寻来了，姜糖作为孙媳却两手空空，真不像话。果然，再漂亮的外表也遮不住没孝心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想必人家姜糖可能是太忙了，一时疏忽才……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老夫人过大寿，就算你再怎么忙，也总该上点心，不是？姜糖，你要是忘记了，就跟奶奶认个错，奶奶不会怪你的。3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，商总却总拿旧眼光看，真是心胸狭隘，难堪大人。谁说我没准备？
既然已经准备了，怎么到现在才说呢？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无论你今天送什么礼物，恐怕都比不上方秘书送的稀世点翠。这就是你说的大周皇室珍藏的点翠？当然，不然我怎么敢献给老夫人呢？方总监这点翠，只怕是大周宫里最下等的宫女都瞧不上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明明就是珍品点翠凤钗，早随战乱丢失。你这玩意儿，成色差，针脚杂乱，顶多是市井作坊仿出来的次品。你胡说，你就是嫉妒我。玉光泛蓝晕，你这掉色了。方秘书，你怎么选假货的眼光也这么差呀？居然拿假货来骗老夫人，方秘书，你可真有心啊！怪不得急着踩尚夫人，原来是心里有鬼啊！朕带过的点翠比你吃过的盐还多，想当着我的面滥竽充数，可笑！老夫人贵为商家董事长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什么垃圾都往这搬？唐丫头的嘴呀，是越来越尖了。把这假货有多远扔多远。奶奶，孙媳送您的贺礼，才是真正配得上您的大周宝物。这便是我为奶奶准备的贺礼，真正的上古神器——娇绡披肩。就这一条薄披肩，江总监，你不会以为商家老夫人缺你这条破布吧？这一看就是个地摊货，连贺寿礼都能这么糊弄啊！人家方秘书准备的点翠真假有待商榷，但是人家最起码可是花了真金白银买回来的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披肩，乃南海鲛人所制，娇绡为布，鱼鳞为纹，遇水不湿，沾尘不染，刀枪不入，轻如蝉翼。鲛人，他电视剧看多了吧？还刀枪不入呢，要有这本事，还能到他手上？诸位若是不信，那我一试便知。好啊，既然你说的那么天花乱坠，那我们不如赌一把。要是你这个披肩没有你说的那么神，什么入水不湿，沾尘不染，待会儿要是打湿了我的礼服，那就说明你精神不正常，胡言乱语，压根儿没有资格继续当商家的夫人。江棠，只要你敢答应，我就会让你今日之内滚出商家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？还是说你已经心虚了？好啊，我接受你的赌约。不过这披肩若真如我所说的，我要你当众下跪，向我3拜9叩，并高呼3声吾皇万岁，向我道歉。好啊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青衣，放心吧，景哥哥，我才不相信他这个披肩有这么神奇。装疯卖傻的戏码我见多了，我今天非要当众拆穿他。别墨迹了，快脱吧。哎，江棠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刚才泼了那么多水，我就不相信一点都不湿。天哪，不仅连里面的礼服未打湿，就连披风也滴水未沾。只不过就是涂了防水的涂层罢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有道理，我看肯定是什么纳米技术。没错，这也只能说明你这个东西能防水，也不能说明它刀枪不入啊。你就是卖了个小聪明，你还真当我们傻呀？急什么？刚刚不过是开胃菜，真正的主菜现在才上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教教你什么叫刀枪不入。
奶奶都这样了，还不管管啊？放心吧，唐丫头心里有数。怎么现在还为她说话呢？江堂就疯了，你现在是当众行凶。江堂没那么容易。哇，我妈居然会武术！江堂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不是，你那东西从哪儿拿出来的呀？不是这么危险的东西打人身上，把你打坏怎么办？林倩，把江潇取来。方秘书刚才被打的也不轻啊，身上没有一点红印，难道这披肩真的刀枪不入？啊，真不疼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唐丫头送的礼物才是真正的稀世珍宝。方秘书，现在该你履行赌约，行礼道歉，高呼万岁了。景哥哥，你这样看着我当众下跪，喊什么万岁？我以后在海城还怎么做人啊？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好了，江堂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青姨好歹是小景身边的秘书，她要真的下跪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对我们商氏集团的名声有什么好处？妈，你也是商氏的高管，若让外人知道，商氏都是一群输不起还互相包庇的鼠辈，岂不更让人笑话？唐丫头说的对，我们商氏家族的人就应该愿赌服输。要不赌约就算了，人都晕了。就是，青姨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看下跪道歉的就应该是你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刚才手重把他打出内伤来了？若真是受伤晕厥，需在石宣穴放血。你们这么担心他的安全，那我现在就为他扎针。你什么时候会医术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你们若是信不过我，那就另请高人吧。不过内伤淤血堵在心口，只怕1刻钟不到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到时候只怕高人没到，方秘书就……给我扎！我信得过唐丫头，出了事我给你担着。多谢奶奶。去取晕针。江堂到底想干嘛？没事，有景哥哥护着，他一定不能真拿我怎么样。江总监，针来了。天哪，这银针也太吓人了吧！这么粗的针，方秘书受得住吗？什么情况？商太太的医术果然了得，针还没有扎进去，方秘书就醒了。哟，怎么醒了？刚才不是晕死了吗？我刚才是晕了，只不过是低血糖。景哥哥，他分明就是想故意报复我，才拿那么粗一根针。他刚才要一针下去，我小命都保不住了。景哥哥，你真要把这么坏的女人一直留在你身边啊？这铜柄银针乃是大周太医署专治晕厥的宝物，一针下去病痛全无。我好心救人，结果反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骂谁是狗呢？骗人就是小狗，我妈没说错。哟，你小子总算说了句人话。好了，闹完了你也醒了，现在该履行承诺了，3拜9叩，跪吧。景哥哥，你就帮帮我，我真不能当这么多人面前下跪啊！赌约是你定的，愿赌服输吗？好，跪就跪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方秘书，你这是擦地呢？刚才我明明说的是3拜9叩，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对呀，没错，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方秘书该说话算话吧。
头低点，手抬高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笑一个，很好。还有3声吾皇万岁，别忘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林倩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好像听见蚊子在叫。方秘书，大点声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你腿跪断了也起不来。姜糖，你给我等着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平身吧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还算满意。有些人天生就是俯首称臣的命，不跪不舒服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我喘不过气。去叫救护车！张总，我们在老夫人体内检测到一种未知的神经毒素，毒性极强。未知毒素？什么叫未知毒素？查呀，给我查清楚！您放心，我们已经调动全院最先进的技术在紧急调查，但目前更棘手的是，毒素已经入侵老夫人的神经系统，一旦24小时内不能解毒，便会器官衰竭而亡。中毒若在大周，这便是最好治的病症。那弄这个嘛呀？你治啊！抱歉，商总，我们已经试过了所有的解毒方法，但都没有任何效果。这毒性复杂诡异，我们都是第一次见，实在无能为力。这不是庸医吗？请医，法院。景哥哥，咱们现在还能联系谁呀？国内最顶尖医生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他们要是没办法，那就是华佗在世，也没法救老夫人了。是啊，小姐，这医生的话都说的那么明白了，奶奶的病治不好了，这上午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行了？那怎么办啊？景哥哥，咱们公司不能群龙无首，老夫人现在身患绝症，不如趁着最后的时机，把股权转到你的名下，到时候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你也能稳住大局。只要股权都在景哥哥手里，老太婆即便活过来，也没能力保护江桃。总裁夫人的位置很快就是我的，江桃，你给我等着！景哥哥，不要再拖了，公司不能一日无主。老夫人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得早做打算啊。秦姨说的对，商家这么大的家业，不能没有人做主啊。再说了，这公司本来它早晚就是属于你的，现在你奶奶倒下了，你得争取这个家呀。我今天真是长见识，人还躺在这儿呢，你们不想着怎么治病，反而想着打着钱财的主意，趁火打劫，你们吃相可真够难看的。江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老夫人病倒，我们比谁都着急，但是公司不能一日无主，我们这是为了大局着想的。老夫人的病或许并非完全无解，如果能用回天13针逼出体内毒素，便可解此毒。回天13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传闻中回天13针能3针定魄，5针通脉，7针醒神，至于13针齐出，更是能逆天改命。唉，可惜啊，这套针法已经失传，整个天下再找不到一人喽。景哥哥，连老专家都说了救不了，不然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抓紧把股权。谁说失传了？回天13针，我会。小姑娘，回天13针乃古医绝学，需同时精准刺入12经脉死穴，稍有不慎便会致人暴毙。你年纪轻轻竟习得此法？12经络，手太阴肺，经至少商，足厥阴肝，经至大敦。回天13针就是以银针刺入12经络死穴，引毒血汇聚至指尖，将其排出。针下需方寸精准，方能逼出毒素而不伤其本体。老先生，我可有说错一个字？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你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造诣啊！什么12经络？那不是要让老太太期限流血吗？小景，江棠这是要害死你奶奶，你千万别信他的。就是啊，江棠，你这是想趁机害死老夫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逞英雄出风头，我看呢，你这个心真毒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不会，不代表我会，不懂就别在这瞎嚷。下午这套针法本就是镇魂术，岂容尔等之意。
不好，老夫人心跳急剧下降。江棠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我有。如果我救不回奶奶，我自愿离开商家，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承担。最好你一针下去就出事儿，那就省得我动手了。小景，既然江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给他一次机会。青衣，咱们走，回去等他的好消息。商总，那我们也不打扰夫人行针了。那我奶奶该问你了。站住！你来打下手。手拿来。我的手。啥呀？干什么？试试这针快不快，免得等会给奶奶施针的时候不够利落。渣男还得让针扎着，才能还我心头恨。别废话了，稳住气息，扶着奶奶头部。等会儿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商老夫人是朕在这里遇到为数不多的好人，朕要她活，她就一定能活。你再废话，毒素深入脑髓，奶奶到时候就真的回天乏术了。你扎。他竟然真的会古医术，你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？伯母，等过了今天，能在商家做主的，就只有您和景哥哥。可是，如果江棠要真的把那个老太婆给救活了呢？您就放心吧，她哪会什么回天13针，8成就是吹牛的。那老太婆今晚必死无疑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只要过了今天晚上，这商家可就是我们的了。干杯！胖丫头，小景，怎么回事？吓死我了啊！放心吧，奶奶感觉好多了。谢谢你啊，没想到你真的能救活奶奶。所以呢？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。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你们男人能抽，为什么我不能？哎，奶奶还需要静养，好转的消息先别传出去，免得有人下毒手。奇怪，老夫人以前从来没缺席过股东大会。是啊，伯母，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医院还没有消息，估计那老太婆肯定没了。那咱们可得趁热打铁。各位，老夫人身患绝症，已于昨夜离世了。什么？董事长去世了？不可能吧？老夫人昨天不是还好好的？我跟大家一样都感到心痛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接受现实。老夫人在临终之前已经将全部的股份转至小景的名下，所以以后……景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老夫人是不是已经……都怪那个江棠，竟然用邪术害死了老夫人。什么？董事长竟然是江总监用邪术给害死的？这么狠毒的女人，凭什么做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？商总，你一定不能轻饶了她。是啊，小景，你可一定为你奶奶报仇，要不然老夫人死不瞑目。谁说我死了？
董事长，你怎么还活着的？怎么，我活着让你们失望了？我还没断气呢，就惦记我的股份，你们是真盼着我死呀？不是的，董事长，我们也是听信了谣言，一时糊涂，才以为您……上次唐丫头已经说过了，有办法救我。你们不仅横加阻拦，还对外谎称我转移了股份，你们是何居心？董事长，我不用狡辩了，通知人事部即刻开除方秘书。一个小小的秘书，不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在公司造谣生事，搞得公司乌烟瘴气，竟敢在我老婆子眼皮子底下耍花样。我商氏留不得这种害人精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景哥哥，我真的不能离开商氏，你帮我说句话吧。奶奶，我之前也不知道姜糖会医术，我相信方静怡她也不知道。要不要再给她一次机会？对，都怪姜糖，他也没说清楚。真是有意思，我煞费苦心救奶奶，你们不感谢我，反而甩锅在我身上，真是好一对狼狈为奸的狗奴！小草，你误会了。闭嘴，我不爱听多嘴。不行，只有在景哥哥身边，我才有可能成为总裁夫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留在商氏。景哥哥，董事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知道我这次罪无可赦，只要你们不开除我，哪怕让我去守库房我都愿意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奶奶，他哥方奎是我们集团的骨干之一，要是把他开除了，方奎那边很难交代。是啊，妈，小景说的有道理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啊，我总算是明白了，一个小小的秘书哪来的胆子在商家翻天？原来啊，是有你们在背后撑腰呀！你们扪心自问，唐丫头为商家做了多少事情？你们一个个心里真的没有一点数啊！先说公司的那几个大订单，是谁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完成了设计方案？又是谁提升了我商氏公司的形象品牌？更别提唐丫头生下了伤员，为我商家延续了香火，就连我老婆子这条老命也是唐丫头从阎魔手上抢过来的。这一件件的功劳，你们任何一个人比得上他吗？老夫人说的对呀，咱们公司要不是因为有江总监，早就被竞争对手给挤出市场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既如此，方秘书的去留就由唐丫头来决定吧。这下看来方秘书要被辞了。就让他留下吧。不过你要兑现承诺，去守库房。姜糖，你确定吗？看来姜糖真的是变了，居然会给他一次机会。只有猪才会信我是真的放了他一马。方清怡，你不是爱在库房整人吗？那我就以牙还牙，让你吃够了苦头，再滚出商家。景哥哥，这库房又冷又脏，人家哮喘会犯的。你就帮帮人家，再求求情嘛。奶奶现在在气头上，我求了情也没有用。你在这儿踏实待着吧，等风波过去之后，我派人来接你。景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对人家最好了。哟，这库房隔音是不行啊。景哥哥，人家哮喘发作要死掉了，要死就赶紧死，棺材本我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会儿你进去就知道了。
你们这对狗男女赶紧让开，别挡着我回总监办公室。下班回家等我，有话跟你说。忙着呢，没空听你废话。景哥哥，你不是最讨厌姜糖了吗？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回家？公事。你骗人！是有什么公事非要下班了说呀？景哥哥，你今天晚上来这个酒店，我也有点公事要跟你说。只要今晚生米煮成熟饭，凭景哥哥的责任心，必定会给我名分。到时候，姜糖算什么东西？我已经结婚了，不要再做越界的事情了，请自重。景哥哥，早知今日，当初推那个老太婆下水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立刻救了她。哪知道半路杀出个姜糖，让她抢了先机，还误打误撞救了老太婆，嫁进了商家。这破地方怎么待人啊？又脏又破，还一股霉味儿。什么声音啊？这不是你自己准备的吗？之前姜总监被派来库房，不就是你特意让人安排的吗？如今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好啊，姜糖，你竟敢玩到我头上！听说啊，商总和姜总监最近关系有所缓和，怕不是要和好了。要是真和好了，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给姜糖翻身的机会。我帮个忙，往外放个消息，就是这不好吧？放心，我不会查到你的。事成之后，我少不了你奖励。姜总监，给方秘书准备的见面礼已经全部就备。好，那就让他好好享受享受。妈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跟你学武术的。想得美！我早就决定抛夫弃子了。你不是最喜欢你方阿姨了吗？去仓库给她打老鼠玩吧。我不要打老鼠，我要跟你一起学武术。再不走，某些人的屁股可要开花了。妈妈打我！妈妈打我！小屁孩，这么大了还只会撒泼打滚，朕在这个年纪已经提枪跃马，斩过敌手了。这就是朕办公的地方，勉强说得过去吧。不过比起朕批阅奏章的宣政殿，还差得太多了。总监，今天小少爷好不容易主动亲近您，您为什么拒绝他呢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他们之前做过的错事，不该被这么轻飘飘的原谅，至少要让我多揍几次再说。商总，您不是一直喜欢方秘书吗？刚刚怎么那么干脆就拒绝了？谁跟你说的？
外面都那么传的，说您是被逼无奈娶的江总监，实际上一直喜欢的都是方小姐，所以才留她在身边做秘书的，难道不是吗？放屁！我只是因为她是我的学妹，并且看在方奎的面子上，我对她稍微有一点点照顾。怎么给你们传成这样了？爸爸，怎么了？妈妈说不要我了，还说要抛夫弃子。抛夫弃子啊！这个姜糖是越来越不像话，我找他去。哪来这么多古董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不聊装修的事情。刚才你为什么赶走盛元？你平时不是最宠他的吗？之前你自己也说是之前是我糊涂，呕心沥血，一心为你们商家服务，结果呢，你们父子俩都是白眼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姜糖只为自己活着，不会再做之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傻货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抛夫弃子，你要做这么绝情？绝情那是跟你们学的呀。这卡你拿着，是当时你救了奶奶的谢礼。我这个人没你说的那么冷血。一个破卡就想打发我？总监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卡，这是全球限量的黑卡，里面可有花不完的钱。花不完的钱？朕终于能在这个时代挥霍了。那我就勉强收下了。还有别的事启奏吗？那我就退下吧。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市场呢非常同质化，所以我们急需推出一件独一无二的产品。所以呢？所以能不能把你那个披肩设计图给？我凭什么给你？披肩是我的，公司是你的，别想打我披肩的主意。我卡都给你了，钱都给你了，你怎么那么不知足啊？你说这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这是我救奶奶的谢礼，不是你买我宝物的酬金。姜糖，你身为公司的设计总监，你为什么不为公司好好考虑考虑？我说过，我不是之前的姜糖，别说设计总监，就是总裁夫人，我也可以不当。无法无天。总监，你何必跟商总置气呢？你刚刚恢复了总监的身份，那要是商总一气之下又把你调回了库房，这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商景现在需要我，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这点驭人之术我还是懂的。等一下，他刚刚说现在公司效益不好是什么意思？实话跟您说吧，咱们集团这2年境遇不好，处处被翟氏集团压一头。马上就是1年1度的设计大赛，这次的比赛主题是珠宝。要是翟氏再胜，那么商家可能破产。珠宝大赛？最近这姜糖对我跟圆圆态度怎么那么差呀？车祸之后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难不成那场车祸有什么隐情？听说了吗？姜总监最近跟一个陌生男人走得特别近，刚刚还有人看见他把那男人带到办公室去了。没想到啊，咱们总裁夫人平时看着高冷，私底下玩得这么开。快闭嘴，商总在后面。难怪死活不让圆圆进办公室，还嚷嚷着要抛夫弃子，原来是有野男人啊！姜糖，待会要是真让我逮到了你们奸夫，你们就完蛋！商总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找姜糖。不
抱歉，商总，我们总监正在和重要的客户谈合作，特意交代了不许任何人打扰。你还是等会再来吧。重要的客人啊，他更得见见了。哎，商总啊，还在里面嬉皮笑脸呢。哎，商总，好啊，你们两个狗男女，光天化日竟敢背着我跟别的男人偷情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！都被我抓到现行了，你还敢狡辩？陛下，是否需要微臣替您将此人请出去？不必，他是我名义上的夫君，爱卿不必与他一般见识。你跟他都爱得死去活来了，我是你名义上的夫君？你现在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了。就算你觉得这段时间我冷落你，你好歹找一个小鲜肉吧！你找这种穿奇装异服的老男人干什么？你饿疯了！商景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，在这胡言乱语什么呢？这是我新签约的珠宝设计师黄玉堂，黄掌座。编，接着编。哎，这位大人不可妄言，陛下召我前来，正是命我签署契约，为朝廷效命啊！大人若是不信，一看便知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你为什么让林倩在外面给你放风？你还是心里有鬼？你自己也说人家是奇装异服。黄掌座不想被人当猴子一样围观，所以我让林倩看着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，当然有问题啊！你们见面为什么偷偷摸摸的？你知不知道外面人怎么说你们的？风言风语，我管他做什么？商总怎么火气这么大？莫非是想加入我们签约？你恬不知耻！他这是怎么了？加入我们签约有什么羞耻的吗？秦怡姐，今天商总和江总监果然在办公室里大吵了一架，据说商总还摔门而出了。真的？那景哥哥是不是要跟他离婚了？那倒没有。什么？都这样了，景哥哥居然还不把他赶出商家？他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不行，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回到景哥哥身边。哎呦喂，我的乖孙呀，你这醋劲呀，比奶奶年轻的时候还大呢！大张旗鼓的去抓奸，结果啊，抓的可是唐丫头新签的设计师。你呀，真是闹了一个大笑话。我这个叫防患于未然。防患于什么？唐丫头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坏女人。之前我还担心你和唐丫头真的水火不相容，如今看来，我们家小景心里也是有唐丫头的嘛。你们说这干什么？董事长，商总，不好了！翟氏集团请来了国外的鉴宝大师史密斯，还放出消息说要在赌石环节踩死我们。今年的设计大赛是以珠宝为主题，前2局又偏是赌石。我们商氏历代做的是服装设计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今年的设计大赛，我们怕是输定了。集团的赌石专家也只有方奎了。如果他愿意替我们参赛的话，或许我们还有一线希望。但要是想让方奎参加比赛，必须得先说动方晴怡。景哥哥，
你想让我哥去参加比赛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2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你把我重新调回秘书部，我要当你的秘书。行，没问题。第二，你要带我一起出席设计师大赛，以你女伴的身份。怎么，这你就不同意了？看来简哥哥想赢的决心也没有多大。等会儿，我答应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锦哥哥，你真好，还特地带我去参加设计师大赛。请你先放。哎，你说我那天穿什么裙子跟你更搭呢？啊，江总监，真不好意思，设计师大赛还可能不能参加了，因为锦哥哥已经选了我作为他的女伴。不是江棠，你听我解释。巧了，正好我也不想去，正好你们2个结伴，省得在公司碍我的。不是江棠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这可是我东山再起的机会，只要我哥在大赛上拔得头筹，商景必然对我另眼相看，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江棠颜面尽失。方总监，方奎可是咱们集团数一数二的珠宝设计大师，如果他真的帮集团赢了比赛，您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放心，他一个草包，绝对赢不了。天啊！1个多月前我在秀场看见江棠还飞得像个球，这才多久，怎么就变成了个绝世美女？这颜值，这气质，站在商总身边，好一副郎才女貌的画面啊！某些年之前不是抛夫弃子的嫌弃我吗？怎么今天还挽着我的胳膊进场了？可别给自己戴高帽，要不是奶奶绝世相逼，我才懒得管你这破事。管好你的嘴，不然我马上就走，到时候自己跟奶奶交代去。都怪那个死老太婆，要不是她，现在站在景哥哥身边的就该是我，抢走了我的位置，还有脸装清高。江棠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宣布，第24届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现在开始，第1轮赌石对决。商总，这一轮你怕是连开石的机会都没有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史密斯大师，请。不愧是国际大师，眼光就是毒辣。嚯，开门红！商总，该轮到你了。就这块，不好好选选吗？商总，你就放1万个心了，我选这块开出来的翡翠一定比他们更好。开！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全是废料，这眼光可太差了吧！这就是商师的设计师的水平？不对呀，你们已经看准了。我哥怎么回事？第1局就输了，这样下去怎么赢比赛？让景哥哥重视我。早就猜到方奎是个草包，只是没想到草得这么彻底。要我说，你还是赶紧换人上吧，省着继续丢人。原本有几个备选的鉴定师，但是今天要不就生病，要不就是有事，都来不了。都来不了，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商总，你们商事是过来比试的，还是来丢脸的？依我看，与其在这丢人现眼，不如趁早退赛滚蛋，回去摆弄你们那些
破不了的啊！可不是嘛，翟氏可是连史密斯大师都请来了，伤势拿什么比？就是翟氏稳赢，伤势还不如趁早认输退赛，省得浪费我们时间。你就是商景的女人，脸蛋长得还看得过去，就是眼瞎跟错了人，不如跟着我，保证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绝对比在方氏那艘破船上强100倍。狗嘴里吐不出象，想要把商氏踩在脚下，有本事下一局赢了我再说。什么意思？商夫人这是要亲自下台跟翟氏赌石？这女人疯了吧？赌石可不是随便玩玩的。江棠，别闹了，你只会服装设计，赌石的规矩你一窍不懂。这本是你们商氏的事，奈何你们不争气，只能由我亲自收拾这残局。翟总，敢不敢赌个大的？剩下2轮，输的一方自愿上交10亿给冤家。10亿？商夫人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是要拿半个商家去赌呀！女人啊，就是容易冲动。商氏啊，这次要栽个大跟头喽！商总，千万不能答应，翟氏请来的可是国际鉴宝师史密斯先生，姜糖根本赢不了。10亿，现在公司本来就不景气，再输10亿，直接宣布破产得了。江山都是靠自己打下来的，你这样畏畏缩缩，怎配做个总裁之位？区10亿就吓破胆，难怪商氏会日渐式微。姜糖要是真让商氏亏损10亿，老夫人一定会亲手把他赶出商家，到时候总裁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景哥哥，江总监既然这么自信，不如就让他试试，说不定啊会有奇迹发生呢。是啊，商总，江总裁既然这么有把握，那为何不成全他呢？啊，要是姜糖替我输掉后2轮比赛，既能我免了压力，又能背上所有骂名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呀！商总，考虑好了吗？下一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给你个机会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放心，输那是别人的事，朕的字典里就没有那个字。翟总，你敢不敢？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有趣，太有趣了！我翟正英今天就陪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玩一局。不过，商夫人要是输了，除了那10亿，还要陪我喝交杯酒，这事儿才能算完。跳梁小丑也配提条件？第2轮赌石现在开始。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赌石。史密斯，请。这块内部定用高种水色料。这眼光，商夫人就别耍嘴皮子功夫了，醒吧。就是它了。真正的宝石往往喜欢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哎呀，商夫人，你眼睛不会坏了吧？外行人都看得出来，那就是块河里的破石头。完了，这简直是在给翟氏送钱啊！哎，商氏集团这下真要完蛋了。商氏100年基业真的要彻底没了？难道我刚刚真的做了个错误的决定？姜糖，快输吧，你的位置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别急，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别急，马上你们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
这破石头跟昨天的鹅卵石有什么区别？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？是啊，你看史密斯选的那块金毛纹多明显，这就是行家眼光。哎，10亿呀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看来商家要倾家荡产喽。有几声骂我？12分，多出来的2分算是给翟正英的惊喜。什么时候了？你还……天啊，这竟是百年难遇的特级帝王绿！我的乖乖，这颜色，这水种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竟然真的被商夫人开出来了！你确定没看错？这块破石头怎么可能开出帝王绿？绝不会错，色泽均匀，中凹水族，看出极品中的极品，能够在现场见到这种级别的帝王绿，是咱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他真会赌石？怎么做到的？无他，唯手熟尔。少在这唬我！他们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开我们那块，史密斯大师选的绝对不会出错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能够吓到对方。废料，一点预制都没有，连边角料都算不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不是自称国际鉴宝第一大师吗？啊！我他妈请大假期请你来，你给我选个废料！翟总，我也没想到，根本不合常理。翟师找的是什么鉴宝师？还不如人家商夫人随手一指呢。翟总，10亿，现在结清。你别太嚣张啊！你们刚才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算什么赢啊？现在认输回家，还能保留点脸面。你好一个商警，敢用刚才骂我的话来嘲讽我！今天这口气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3局2胜，赌石这局算你们赢了，下一局才能见真章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第3轮比试规则：双方需在3小时内利用宝石设计并制作一件融合古今的珠宝作品，由3位权威评委打分，得分高者获胜。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史密斯大师不仅是鉴宝大师，更是国际珠宝大赛设计3连冠得主。半小时内我就能完成一件足以夺魁的珠宝设计啊！听见没？你们商氏虽说在服装界小有名气，但在珠宝设计这一块那是一窍不通。今天这一局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们商氏也赢不了。巧了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古今融合。巧了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古今融合。商总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赌石虽然能打成一个平手，但珠宝制作不是靠运气好就可以赢的。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，这一次是不是还有办法？办法倒不是没有，不过事成之后我要3千万开哦。什么时候了？还聊钱？孙子兵法有云：以利动之，以足代之。想要我替你解着燃眉之急，我当然不会白白出力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舍不得，就当我没说，那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成交。这还差不多。用你们这个朝代的话怎么说来着？这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你们商氏不是怕了不敢比了吧？翟总，你刚刚说史密斯能半个小时完成珠宝制作？那是当然，半个小时对我们翟氏来说足够了。但是你们商氏呢？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也未必拿得出一个成型的作品啊！要不你们就直接认输，我好安排人收尾。半个小时，我10分钟足矣。10分钟，商夫人，你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？就是啊，他怎么可能比得过国际大师？吹牛吹到这份上，也是个人才。江总监，白日做梦也要有限度吧？开了块破石头，真把自己当天才了。10分钟，怕是把草图都画不完吗？等会儿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什么才叫真正的本事。别急，待会儿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什么才叫真正的本事。
好啊，我倒想看看商夫人在10分钟之内能给我整出来个什么花，可别到时候拿不出作品，哭着求我放过她。最后一轮比试，珠宝设计与制作，现在开始。去哪儿？商夫人这是要去哪儿？不会是弃赛了吧？我看很有可能。刚刚明明做不到，还夸下海口，现在比试已经开始了，定是临阵脱逃了。这个姜糖又耍什么花招啊？算了，这是能让我哥上场赢得比赛的好机会，一定不能放过。景哥哥，你也看出来了吧？江总监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，还为了吹牛把公司陷入险境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不如让我哥顶替他，这才是现在的正解。总不能真让公司损失10个亿吧？你不是也已经看清楚他了吗？这种关键的时刻，他只会添乱。你要是真想保住公司，就别再犹豫了。方奎，你上。已经过去5分钟了，姜糖却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商总，要不要提前把那10个亿打到我的账户上？把公司的账户准备一下。大周上公局奉旨承办，闲杂人等立即退散。改口的话说的未免有些太高，真正的战戏现在才开始。开始5分钟了，去哪儿了？我去换了这方面的衣服，顺便请来了我的御用设计师团队。他不是那天姜糖签约的新设计师吗？原来他早就开始为此次大赛谋划了。之前真的是我错怪他了。荒唐！哪有比赛带这么多人的？这不合规矩啊！这怎么就许你翟氏请来高价的西域大师，不许我场外球员？而且比赛规则也没有说不许带自己人上场啊。商夫人说的没错，大赛规程中确实没有限制参赛方是否能有团队辅助，只要最终成品是以选手为代表提交即可。原来商氏还有后手啊！看这阵势，这姜糖他真是要逆风翻盘了。你带再多的人又能如何？现在代表商氏参赛的是方奎，你带的人不过是陪衬罢了。陪衬？那我的手！哥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沙总，我这手伤的严重，恐怕不能比赛了，不如就认输吧。商总，要不让夫人上去试试呢？夫人刚刚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，说不定……别！你让我一个大男人认输，让一个女人带团队上阵，以众敌寡，赢了才是。先要胜之不武，与其救人现眼，不如坦坦荡荡的认输。好一个坦坦荡荡！这若是在我大周，手下如此愚蠢懦弱，早就被拉出去斩首示众了。方奎，你若铁了心要赔降，那就自掏腰包拿出这10日送给翟氏好了。你时间有限，商景，你到底是听方奎的认输，把10亿双手奉上，还是听我的，让我去扳回这一局？商景，你要是敢不听朕，我自有办法让你尝尝什么叫天威难测。我听你的，还有就算是输了，也不要伤到自己。今天你终于说了句中听的话，放心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必会好好表现。黄掌座，率人上阵。微臣听令。我倒要看看这群花架子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哎呀，这是哪个朝代的人呢？这是，准时给我合个影。下一个。哎呀，都不理我。啊，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！搞这么大阵仗，结果不还是装模作样？你们一个个穿的跟戏子似的，干脆唱段戏，给大家一个行。你这靠谱？果然是虚张声势。姜糖这么能吹牛，最后丢的还不是商氏的脸？吵什么？
翟总若真有时间，何不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清楚，我们商市的珠宝做得如何了？哎呀，就你们这群门外汉，什么？才3分钟，他们竟然已经要做完了？难道姜唐刚刚真没吹牛？你还要造镜？大概20分钟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慢？方伟敢耍我，不行，也要去找他问清楚。商总，我去处理一下伤口，马上就回来啊。不是说好和以前一样让翟氏稳赢吗？到底在找什么借口？翟总，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。我把手弄伤，然后让上级弃权退赛，谁知半路杀出个姜唐啊！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破借口，这次设计大赛要是让姜唐获胜，我告诉你，之前答应你的资金和股份全他妈作废，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！翟总，你先放手，我留了好手准备，那3个评委我都打点好了。到时候我不管姜唐丢出花来也没用，胜利还是落在你们翟氏头上了。算你他妈识相，没把所有事情全搞砸。翟总，这走廊这么多监控，能不能拍到咱俩见面？放心，所有的监控全都被我动过手脚，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我先回去了。只剩30秒了，姜唐输定了。是啊，还说什么1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，他光换个衣服就要5分钟，剩下这点时间连打磨都不够。商总，不然要是完不成，您不会真的要给翟氏10亿吧？那我们公司彻底完了。我相信他向来说到做到。商氏珠宝作品《游龙精凤佩》完成。商氏珠宝作品《游龙精凤佩》完成。从设计到制作完成，这女人竟然只花了5分钟，这不可能！我连底座都没做完。根据规则，如果一方提前完成作品，另一方必须同时提交成果，请史密斯大师停止制作，上交作品。这雕刻技莫不是失传已久的宫廷秘技游丝描金？线条圆润如流水，镶嵌稳固，简直不可一世。敢问商夫人的团队师承何方？师承？这群没见识，这哪里是什么传承？眼前这群工匠可是大周上宫族正统，你们的祖师爷。我看也就一般般吧。史密斯大师雕的一定比他好100倍、1000倍。这位是翟氏集团的作品。南唐，这次多亏你了，我看我们商市很有可能翻盘。别高兴得太早。什么意思？你做的东西完全碾压对方啊！等着瞧吧。经评委会一致裁定，第3轮获胜方是史密斯。本次设计大赛最终获胜者是翟氏集团。什么？怎么会是我赢呢？这结果也太离谱了吧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哪个作品更好。这几位评委的眼光可真是难评啊！陛下，微臣生平几10年，还未见过如此颠倒黑白的评判。敢问诸位，这游龙精凤佩究竟差在何处？若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则必有猫腻。这姜总的作品虽好啊，但设计过于大胆啊，不够稳重啊。史密斯的作品更符合现代审美。商夫人的玉佩太复古了，不够创新。商事就是商事，空有虚名。姜唐，你的那个什么宫廷秘技，在真正的国际赛场上根本不值一提。
商姐啊，认命吧，按照赌约把那10亿给我送上。江棠再有本事又如何？还不是输了。这下他彻底没脸待商家了。难不成真有主黑幕？景哥哥，这一切都怪江棠，没有这金刚钻，非要揽这瓷器活，现在让公司赔进去10亿，老夫人要是知道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把江棠踢出商事，免得他再惹祸。没错，当初直接听我的，认输算了，倒是在丢人现眼。你还好意思在这说话？比赛结果为什么是这样，你自己心里不是最清楚？他不会真知道什么吧？这走廊里都是监控，能不能拍到咱俩见面呢？放心，所有的监控全都被我动过手脚，绝对不会离间任何人。对，江棠绝对不可能知道什么，他一定是虚张声势。江棠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你比赛输了就是输了，你技不如人，还想把锅甩到我脑袋上？没错，商夫人，输不起也不能污蔑别人啊！更何况方奎是你们商氏的人，你这度量……江棠，垂死挣扎有什么用？等10亿赔出去，看老夫人不把你扫地出门！算了，输了就输了吧，我想办法把10亿挪出来，给他就是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要是早早认输，何必闹出这么一场笑话啊？认输？你们想的也太美了。方奎，你和翟正英暗中勾结，贿赂评委，这桩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你们还妄想瞒天过海？什么？收买评委？合着这设计大赛全是黑幕？可能吧，我看这就是江棠输红了眼，乱说的吧。江棠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凭什么造我哥的谣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！哼，就凭他，赛场所有监控都被我破译掉，他能拿出什么证据？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好啊，证据给你。这是从哪儿出来的？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相机，诸位且看。你说这玩意儿就是现代的留影石？如此小巧，能存多少影像？总监，这设备单次能拍6小时呢。您看，它还能自动人脸追踪呢。妙哉，此宝物我倒是没见过。我的人可是把你们在楼梯间从头到尾的勾当都拍下来。坏了，绝不能让他把视频放出来。滚开！队长，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。我把手弄伤，然后让商家弃权退赛。这次设计大赛要是让江棠获胜，我告诉你，之前答应你的资金和股份全作废。我留了好手准备，那3个评委我都打点好了。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！哥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商总养了你这么久，居然养出你这么个叛徒！方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商氏除名了，以后谁敢用他，就是与商氏为敌。完了！完了！彻底完了！几位大人，现在还敢说刚才的裁决真的是公平公道？商夫人，抱歉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。对，是方奎危险，实在是对不起。翟总，这场大赛最终的赢家想必是商氏，那10亿什么时候到账？放屁！啊，谁跟你们赌10个亿了？你们有合同吗？有公证吗？翟，你让我成了行业的耻辱，我随时受你邀请。但刚才的胜利并不光彩，你欠他们的不是10亿，更是一个交代。这位女士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。你个废物，你还敢来教训我？我他妈！我气得肚子疼，我得去趟医院了。他跑不掉的，过几天律师函就会发到翟氏，欠我们的1分都不能少。比朕想的聪明啊！陛下，既已事成，臣等该回宫了。准，每人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匹。谢陛下隆恩。回宫。
他们为商事立下大功，我理应开车送送他们。就你那车，怕是送不了他们，送我去见奶奶还差不多。走吧。当徒子，竟敢非礼，没诛你九族，都算朕仁慈。江堂，你疯了！是你自己帮到自己，我好心救你。再说了，我上去就算再喜欢你，我也不可能不经过你的允许非礼你。原来如此。等等，你说你喜欢我，就你，朕以前的男宠，要文采有文采，要武艺有武艺，最次的那个也比你近。花的！喂，你跑什么跑？我怎么回去？让你进军男宠，背你回去。妙计啊！多谢商总提点，我这就换我的男宠们抬我回去。奶奶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哎呦，我的乖孙子啊，你和唐丫头又闹什么矛盾啦？我好心服他，上来就是一拳，还当着大庭广众跟我说什么之前养过好多男宠，这是正经人说出来的话吗？傻孩子呀，那是唐丫头故意气你，故意逗你的，你还真信了？她可不是那样的人。奶奶，我实话跟你说，她嫁进我们商家就是图咱们家里的钱。刚才比赛还没结束呢，狮子大开口，上来跟我要3000万，这你可就冤枉她了。她要钱是为了做这个企划项目，你看看，启动资金正好3000万，这企划书写得多好啊，有条有理的，若真成了，对公司大有裨益。那娇娇批风的设计图，她之前还不愿意给我呢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娇娇披肩，世间仅此一件，现在根本找不到能用的材料，她哪是为难你啊？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现在误会消除了，你还离婚吗？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呗。哎呦啊！完了！你给我完了！我之前动了商市几百万公款，这几天商也在查账，他早晚会查到我头上。什么？哥，你疯了！你这是自掘坟墓啊！啊，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妹妹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，我只有你了，按我说的做，好吗？啊！求你！要是真按我哥说的话去做，景哥哥万一知道我也插手了，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景哥哥怎么穿成这样子啊？你身上长虱子了，痒就去洗澡啊！天天洗澡，我干净的很我。那你扭来扭去的干什么呢？江总监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商总啊，这是在孔雀开屏呢。孔雀开屏什么意思？就是雄性动物在求偶时展示自己，就是为了吸引雌性的注意。总之啊，商总喜欢你，在向你示爱呢。可惜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凭什么呀？我哪配不上你啊？我的男人必须忠贞不二，绝不允许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，否则有损我的帝王命格。不清不楚，什么时候不清不楚的？啊，你说的是方晴怡，但是我不喜欢她呀。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喜欢过方晴怡。为什么对她有照顾有加？是因为她哥哥是方奎。但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他们本来面目。方奎勾结翟氏集团，擅自挪用公款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至于方静怡，我迟早会开除他。江兰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好啊，江棠，都是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
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方秘书怎么来了？江总监，之前都是我不懂事，今晚我在帝豪酒店订了包间，想正式的向您道歉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有意思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打的是什么鬼主意。好啊，地址发我。江棠，今晚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有脸继续在海城待下去。江总监，这瓶82年的拉菲是我特地为你开的，你很用心啊。那当然，既然是道歉，那就要拿出诚意来。江总监，请吧。你要是不喝，那就别怪我待会儿撕破脸了。好酒，方秘书有心了。嘴有点晕。你在酒里下了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多有能耐，还不是被我一瓶酒就撂倒。真行啊！这脸蛋这身材真是极品，真便宜盛情的小。江棠啊江棠，你要从一开始就乖乖跟着我，何必受今天的苦？赖总，人一波已经带来了，我们几百万漏洞就得仰仗你出手了。明天我就给你，现在赶紧带着你和你的妹妹滚蛋！好，我马上就滚。走吧，走。住手！星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挪用公款出卖公司，你下药绑架，桩桩件件罪无可恕。说曹操到，商总孤身入朝营，真是好胆量。可惜这是我翟正英的地盘，不想看着你漂亮的老婆受苦，简单把商氏的股份转到我名下，我就大发慈悲，饶他这一次。商氏企业是商家百年心血，商总。没问题，现在就给你钱。什么？只要你把它放了，我现在立刻马上把商氏的股份转给你。庆哥哥，这个江棠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？你竟然为了保全他放弃公司！翟总，商氏集团马上就是我们的了。哎呀，商景啊商景，没想到还是个大情种你啊！签吧。那江棠你没事啊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不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看着他把酒喝了呀，怎么醒得这么快啊？方晴怡，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，宫里早就用腻了，还想对付我？天真！现在怎么办啊？你怕什么？大不了约瑟王破。翟总，为何不挟持一次江棠，再逼商景一次？只要他把股份签了，这商景算个屁呀！小心！找死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真正的大周神器——凤力9天。这是啊？不是夏伟，那不是当时设计大赛那批人吗？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在酒店啊！我好害怕呀！我怎么也不知道啊，这他妈还是国内吗？幻觉，绝对是幻觉。江棠，你究竟用的什么妖术啊？对付你们几个还用不着妖术，朕今日便用大周律法判你们的罪：方颓勾结外敌，挪用公款，罪当凌迟。方晴怡阴险狡诈，以下犯上，处以炮烙。至于翟正英，
秽乱宫闱，意图弑君，判处五马分尸。陛下，我找错了，陛下。他们这样多久了？有一阵子了，大概是议政犯了，胡言乱语。陛下，陛下，我错了，陛下，我是淫贼，我是淫贼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陛下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载舟。我饶命了，我是淫贼，我饶命了。啊，今天过得跟一场梦一样。没想到啊，你还真不是现代人。怎么，怕了？那倒没有，恰恰相反，我现在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自己要保护的是什么，那就是，当然了，我之前对不起你，你现在也不会给我机会。主城，小心！在我大周，男子若想得到一个女子的欢心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武。等你什么时候能打过我了，那我便给你一次机会。你确定？你看好了，我会螳螂拳，厉不厉害？没有一个动作是对的，蠢蛋！不是别跑啊，还有招呢！大鹏展翅，小鸟依人，猛虎下山。爸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猴子抠桃呢，别理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才教我学武术啊？别跟我抢啊，让你妈先教我呀！